安城内接连有朝廷命官身亡，我专注查验，却没想到这种关头，王爷受我连累，染上了肝霉疮。他身子本就弱，我好担心他出事。桩桩件件，都指向这个真假难辨的癔症。我真的能让他好起来吗？一段。王爷，不好了！圣上已经驾临三法司，此刻已至二泉堂了。三法司仵作楚楚拜见陛下。萧锦瑜呢？王爷他偶然微恙，不宜见驾。微恙？朕竟不知肝霉疮也算是微恙。萧锦瑜带的好兵啊，三法司铁桶一块，合起伙来欺上瞒下，简直是胆大包天。若非江道海在御前告状，朕还不知道。朕对他寄予厚望。旁人参他假公济私，打着查案的旗号出入花街柳巷，朕都不信，他却如此糊弄朕。查案，案子越查越多，萧锦瑜其罪难恕。陛下息怒。不如你们告诉朕，朕该如何息怒？不如朕将这三法司裁了。陛下，这件事错都在我。王爷出入教坊确实是为查案，之所以染上肝霉疮，是因为我剖验尸体未曾清理干净。王爷本就体弱，被病邪入侵，才受此牵连。陛下，所有罪责我愿一力承担。好啊，来人！陛下，启禀陛下，安郡王有话想禀奏陛下。他是不是真的疯了？到这份上了，他还想让朕见他？先让齐老先生给他治治脑子吧。圣上恐怕已经知道了我染上肝霉疮的消息。啊，那怎么办？王爷，咱们这个时候不能往圣上的气头上撞啊！武将，是，我既掌管三法司，便该护着三法司。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只要我在，便不该由你们担责。况且我视楚楚如性命，亦当你们是家人。圣上此时怒气冲冲过来，一是要做个样子给他们看，二是事情一桩接着一桩，三法司必须给个交代。回陛下，安郡王已有万全之策，请陛下放心。王爷说，近日京中命案频发，三法司上下全力追查，追索出蛛丝马迹，但涉案人之庞杂，
案件之扑朔迷离，确实无法一锤定音。臣疏忽大意，不慎感染疫疾，有损皇家颜面，愿领一切责罚。但此4人的死，臣不能放，也不敢放。仅余有幸，深得帝心，不敢忘恩。臣知此事朝中众说纷纭，亦知陛下为难，仍斗胆请陛下再信臣一次，让臣详细向陛下禀奏。好啊，朕倒想看看，死到临头了，他还想辩驳些什么？传萧景瑜。是，王爷，圣上他怎么会不相信您呢？陛下是百官的陛下，若此刻还对我笃信不疑，才是将三法司放在火上烤。陛下需要个台阶，更需要一个相信我的理由。萧景瑜，朕就不明白了，你屡次3番要在京城彻查，查来查去，你到底查出什么了？不仅自己现在染了病，还闹得满城风雨。这正说明臣查得对。查得对，那朕还得赏你喽。正如陛下所言，教坊系列命案，若真如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，那三法司调查此案，又怎会惹得风波四起？如今的情形，恰恰说明此后定大有蹊跷。这蹊跷那蹊跷，究竟是什么蹊跷，值得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？别跪了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金宝公公，楚楚说过，若无直接接触，肝霉疮不会传染。是。陛下，这是我三法司近来查验的3具生前患有肝霉疮患者的死者遗体，分别是庆香、万千山和赵凤鸣。楚楚。陛下，这3人身上虽然都患有红疮，但在剖验时发现，唯有庆香的脏腑内具有肝霉疮病灶侵染的迹象，而万千山和赵凤鸣却并非死于肝霉疮，而是中毒。中毒？万千山和赵凤鸣一样，都是死于服食同一种毒物。你是怀疑有人蓄意投毒？对。但为何会选中他们？此2人政见不同，但身为同年文武状元，皆是年少有为，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有大唐2关心的美誉。2人时常针锋相对，其身后的文武两派虽对其各有推崇，但实则是借他们的口表自己的心。如今2人接连死亡，且都死在教坊，又身带肝霉疮之症，不仅能引起轩然大波，还能令百姓对朝廷失望，令文武两派互相倾轧，落井下石。包括臣这次染肝霉疮的事情，全部都在他们的计算之内。臣发病的时间，消息走漏的速度之快，都过于巧合。这一切就像是计划好的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？对，和万千山、赵凤鸣一样，臣所患的肝霉疮也是中毒。放心。你是说，这教坊案背后的真凶是南诏人装神弄鬼？莫非神官法师的案子也与这些有关系？陛下锐见，对神官法师下毒手的赵森瑶，正是被所谓的南诏鬼差找上，兜售那声称可以续寿的丹药。鬼差找赵森瑶，必是看上了他是负责8品以下武官任命调动的审核。看来此事牵连甚广，南诏的毒手已经伸到我大唐武官选拔任用上了。这是要侵蚀我大唐骨髓，撼我江山基石。何时才能铲除这个装神弄鬼的毒瘤？已派冷月去查了，
不日便会有消息。萧锦瑜，这件事，你执意要追查到底了？是，哪怕会将你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之上。臣已在风浪之中。萧锦瑜，你知不知道，此事涉及双方关系，若出了什么差错，朕也为以大唐社稷江山的安宁为重。你明白吗？臣明白。臣定竭忠尽节，九死不悔。陛下，请允许我与王爷一同查案。楚楚，你本就在三法司当差，有何差遣，听命就是，无需再向朕请命了。不是听令陛下，而是让我与王爷一同追查，若有任何差池，陛下只管降罪于我一人，这样就能用最小的代价平息风浪了。陛下的为难我都明白，但王爷在朝中身负重任，若有什么不好，朝中定会出大乱子的。而我作为一名仵作，轻如鸿语，但我亦是陛下亲赐身份的仵作，应当大人。让我与王爷一同追查，若真有什么万一，陛下也能有一道不损大局的选择。陛下，臣愿与楚楚一同查案，荣辱与共。你们俩呀！陛下，时辰不早了，您还传了新罗外使入见呢。回宫。移驾！王爷，谢谢你啊！你是大唐最好的仵作，这一仗我们不会败。王爷，昨夜睡得不好吧？七老慧眼，老毛病了。王爷的脉象的确像中了毒，但这种毒，老朽从未见过呀。这解毒的方子嘛，还得容老朽再仔细研究研究。辛苦七老了。王爷，王爷，介绍请。赵森瑶犯病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赵森瑶也不知怎的，忽然满头大汗，浑身抽搐，口涎涕泪不止，脸色也白得惊人，整个人恍恍惚惚的，还说些听不懂的胡话。肝梅疮到后期竟然还会有这样的症状？这不可能啊！这些都不是肝梅疮的症状。鬼神，鬼神，我要见鬼神！赵公子，鬼神，你冷静点，你很让我见鬼神呀！让我见！都什么时候还劝呢？打晕了就冷静了。鬼神，开锁！我要见鬼神！我要见鬼神！七老，啊，小心。这位公子病的实在是蹊跷。此话怎讲？看他身上的疮和脉象，确实应该是染上了肝梅疮，但肝梅疮并不会让人浑身抽搐，这倒更像是中毒的症状。那他有没有可能除了染上肝梅疮外，也被人下了毒？那就是说，他、万千山、赵凤鸣，甚至王爷，都中了同一种毒啊！没事，王爷。王爷，王爷，怎么了？王爷，这俩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。
王妃，用一点吧。齐老说王爷现在没有大碍，您别太担心了。你放那吧，我等下就吃。还是让奴婢守着吧，您这阵子辛苦，再熬坏了身子，等王爷醒了更要辛苦。鬼差，赵森瑶能活到现在，说不定还真是那鬼差给了他那药的功劳。可是什么人给你下的毒啊？现在还不知道。我今日见的人太多了，一时难查。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先弄到一些所谓的续命药，有了它们，兴许就有法子解毒了。那我们一起找。王爷，你说过要和我白头偕老的，你不能食言。绝不食言。王爷王妃，你们诉完衷肠了吗？我可以进去说个事儿吗？我还能管住你那双腿了？我已按照你之前的吩咐，叫方司的人全部撤回了。你不是说凶手还会有动作吗？怎么把人给撤了？你们没发现三法司被甘梅窗一事拖得太久了吗？你是说毒物的主人是故意让我们卷入此事，按照他设计的步骤，无暇分身？没错，他们本可以像对待赵森瑶一样，用毒侵蚀我大唐官员，吊着他们的命，逼他们贪污受贿，卖官鬻爵，却偏偏接连夺走赵凤鸣和万千山，只是为了用他们这一对双关星的陨落，引起轩然大波，还是引起文武两派内斗，让百姓对朝廷失望。这么听来，确实绕了些。此毒最奇妙之处，便是能伪造出甘梅窗的红斑。人们总是对甘梅窗讳莫如深，染病者也对此讳疾忌医。三法司自从着手调查此案，就已经陷入了极为棘手的状况。再加上我中毒后，若非是你们能稳得住，
只怕三法司早就腹背受敌了。背后之人善于观察人心，也善于利用人心，只怕是为了掩盖更大的目的。这一切事情的起源，终究是在沁香啊！我记得沁香死时是被人掐住脖颈，按死在水盆里的。只是，这么残忍的去杀害一个弱女子，倒像是刑讯逼供的手段。沁香的房间里并没有残留的药物，他们行事谨慎，灭口前一定确认了沁香没有私藏证据。还能是什么如此逼迫沁香呢？沁香又为何宁死不从？沁香的软肋是亲人，他们想对静元动手，可就这么一个小和尚，值得他们这么大费周章吗？还有一个人，谢怀定。谢将军可在府中？大将军出门了，不在府中。可是有人相约？景少卿如何得知？有说去哪儿吗？这个将军没说。骠骑大将军谢怀定，是圣上为了胶州战场准备的一员悍将。这里就是他们控制大唐官员的据点，我们人一撤，他们就蠢蠢欲动了。去教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教坊还在，却再也见不到沁香了。走吧。王爷，我们去找谢将军，非得穿成这个样子吗？若是身着官服，还没走到这里，里面的人得信儿就把门给关了。哦。哎，景逸怎么还没来？已经在里面了，走。嗯。我人已经在了，他在哪儿？大将军，莫急，人安然无恙。只要您愿意帮一个小忙，我自会把人送还给你。大人听首曲儿吗？不必了。哎呦，大人火气，你火气怎么这么大呢？我先帮您按按。退下。谢将军，景少卿，怎么是你？王爷被他跑了。安郡王，怎么，三法司如今连我都要监视了？大将军误会了，约你来这儿的人，想要了你的命。将军，我方才看见了。你也得了肝霉疮的红斑，信口雌黄！我之前从未来过风月场，怎么会有肝霉疮呢？大将军，你误会了，你应该是中了毒，此毒会让人身上长出与肝霉疮一样的红斑。赵大人、万大人都是死于此毒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壶茶里应该也有毒药。所以方才我才没让你喝。之前陛下说，有人想一点点的毁了长安的根骨，莫非就是此事？是谁做的？南诏吗？尚无证据，肯定是他们。
怪不得我慕名得红疹，没几天就有人上门，非说我得了肝霉疮，还说要我买命续寿。此人可自称是鬼差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小兔崽子说的天花乱坠，我一看他就没安什么好心，还要跟我做交易，说是要把他枉死的小鬼给我当兵，把我百战百胜。呸！骗鬼去吧！我立刻将他们赶了出去，不过我也留了证据，扣了他们的药。这个药丸怎么这么眼熟？说起来，这个鬼差，你们应该也认得。周汉，没错。将军可愿告知，他们为何要约你在这儿？我要找一个叫绿莹的姑娘。半个月前，有人说这里有她的消息。你想见绿莹？你们认得她？她在哪儿？绿莹当年从谢府逃出来，生下来一个孩子。大将军，靖远小师傅都已经知道了，他也很想见你。这么多年了，绿莹改名换姓，辛苦讨生活，为了我被害身亡，连儿子都出家为僧，我却懵然不知。凄苦子难，我就像个废物一样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。小师傅，得知你尚未离京，抱歉前来叨扰。使团说要跟他们一起返程。小僧刚煮好茶，要不要进来吃杯茶？他将我托付给师傅时，曾托师傅告诉小僧，小僧的生父是正直勇敢的男儿，您没有辜负他的信任，也不必对我感到抱歉。小僧虽已了却红尘，但能知晓有疼我的双亲，依旧欢喜。世事都有缺憾，大将军勿把自己困于旧事。你当真不愿意跟我回府里？施主请吃茶。那不日我将前往胶州城，你可愿意跟我一起？施主，吃茶吧。那日后我可是还能……好茶。没什么不妥，这气味中应该混有几味温补的药，像是天王补心丸。天王补心丸，这药我常给王爷服用啊。我这就有一颗，重量上有点不一样。老朽惭愧，上年纪了，手抖，感觉不到。
这是何物？不像是草药，倒像是卫星，像是贝类或是甲壳的虫子煅烧出来的粉末。白色粉末。我查了教坊所有的姑娘，确实有很多从静香那里购买香粉，用来招揽客人。幕后之人利用这些姑娘传播香粉，诱使他们想要操控的世家子弟中毒。毒发后，这些世家子弟便会生出类似于肝霉疮的红斑，加上他们又经常出入风月场所和教坊，所以会下意识认为自己得的就是肝霉疮。赵森瑶便是如此，他虽真染上了肝霉疮，但并发的其实是毒，就连沁香也不知道他是中毒了。他惶恐不安，又不敢求医。就在这时，所谓的鬼差就会上门寻人，通过起死回生的面容，编造续阳寿的说辞。也就是说，他们通过女子向我大唐的官员熏桂下药，依赖鬼差那所谓的延寿药，从而控制他们。若是遇上不听话的，就直接下猛药，一击致命。万千山、赵凤鸣就是典型。这样不仅能制造我朝的局势混乱，又能震慑其余不听话的名门贵胄。这些女子茫然不知自己做了帮凶，即便知道了真相，也回不了头，只能一路走到黑。意图反抗的，就像沁香一样，会遭到毒手。好恶毒的手段啊！鬼差查到了吗？有留下线索吗？鬼差突然就消失，对我们的部署似乎很了解。莫非三法司里也被……王爷，王爷，你还记得我检查万千山衣物时发现的白色粉末吗？记得。我仔细比对过了，这种粉末和鬼差卖的续命药丸中裹着的粉末是一模一样的。而且我查了医书，赵森瑶之前的反应跟五石散成瘾症状很像，但却比五石散效力大，还会出现红斑。五石散流散于人间500年，数百万人服用，数十万人死亡，所以贞观年间才将此物禁了。若是此毒成瘾的效果比五石散更大，那我大唐和百姓又将遭受怎样的荼毒？所以说这续命丹也是毒药？不对呀，万千山和赵凤鸣都能一击致命，赵森瑶吃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活着？万千山和赵凤鸣的食管中都出现了血肿变窄，脏腑中也有明显的点状出血，说明从他们口中进入的是大量的没有任何包裹的致命毒物。而赵森瑶服用的丹药中虽然也有毒，但它的外面包裹着一层无毒的外壳，服食之后是先消化了这层外壳，毒才会在体内释放出来。也就是说，赵森瑶长期服用未死，一是因为服用的药量不足，二是因为这外壳起到一定程度的抵抗药性的作用。但是毒终归是毒，积少成多，长此以往，死是迟早的事情。而且这种毒药一旦断了，会使人痛苦难耐，甚至神志不清。用的量少就会成瘾，用量过度直接致死。基本是这样的。吃了就精神，不吃就难受，再加上死而复生的地府鬼差，这一环套一环的，确实挺唬人的。王爷中毒肯定也是这些人做的手脚，试图控制和毒害王爷，只是王爷防范及时，没有再给他们机会了。这鬼差是南诏口音，而南诏的暗桩孔雀一直没有查到，这就是一拨人在大唐作祟，所以抓到这个卖药鬼差是当务之急。
南诏的诏书真是阴损呢。您现在统领安南军，已然是南诏的心头大患。现如今长安城内不知埋伏了多少南诏的细作，他们一定倾尽全力向您下手。将军一切万望小心。多谢安郡王，我心中有数了。南诏人想用如此阴险下作的手段扰乱我大唐，我谢某人手中的寒冰战旗绝不答应。大将此去交诏，只要臣在一日，便不让南诏踏足我大唐半步。您现在统领安南军，已然是南诏的心头大患，他们一定倾尽全力向您下手。我谢某人手中的寒冰战旗绝不答应。接耳黎民，吾之将士日旋中天，吉时已至，胶州兵马如虎似狼，枕戈达旦，烽烟相望，雄兵凛凛，剑指八荒。将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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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颗果子，一颗出自5岁小孩之手的果子，杀了朕的大将军。好啊！三法司与京兆府已联手调查，那对母女是被利用的。找到他们时，母女均已被杀害。